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又到了每周的 SCP 时光。今天讲的这两个 SCP 呢，一个体型壮大，一个是力量强大，他们两个都有超凡的力量。这两个也是早有多个粉丝投稿的。那我今天就一起给大家讲一讲这两个用大形容的怪物吧。SCP-169 呢是 Kate 级别的，它是深睡在深海里的远古巨兽，体型庞大。与 SCP 基金会中收容的其他致命项目相比，比如 SCP-682 和 SCP-049 不同的是 ，SCP-169 由于体积庞大而无法被收容，地球上面还没有任何结构能够收容得下它。该生物估计长度达到2000到8000公里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范围了。SCP-169 被认为从寒武纪以来就生存在地球上面了，目前位置尚不清楚，但通过对卫星的成像和对地球轨道偏移的分析表明 ，SCP-169应该位于大西洋的南部，可能在南美尖端附近。因为在1997年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 SCP-169 出现在南美洲尖端西部附近的南太平洋中检测到超低频的声音，该声音被称为 Blump。目前没有发现关于 SCP-169 的其他标本，关于它的习性也是一无所知的。对于它是否有生殖能力、食物来源什么的，和在哪里筑巢都还有待 SCP 基金会的研究。历史上被称为有个无名群岛无人居住，移交给 SCP 基金会。尽管这个无名群岛一直保持在海平面上已经数千年了，但 SCP-169 的深度变化可能会导致整个群岛的消失。SCP-169 移动缓慢，根据记录，每周移动不到1公里，好像只是在漂泊，不知道它是如何推进的。每3个月定期会发生地震或者震颤，似乎就是 SCP-169 定期呼吸了一下，打喷嚏，从而导致岛屿的地形逐渐发生变化。可能 SCP-169 一直处于睡眠状态。由于无名群岛居住着大量濒临灭绝的鸟类，公众被禁止进入由 SCP-169 创建的群岛。NASA 目前正在与 SCP 基金会合作，以保持 SCP-169 的静止，还允许基金会将其卫星用于摄影。SCP 基金会将会篡改卫星镜头来抑制公众对于 SCP-169 运动的了解。而 SCP-169 利维坦这个名字是出自圣经传说中象征邪恶的海怪。在一本同名著作中，利维坦也被比喻成强势的国家。在19世纪，一些学者则将利维坦这个名字解释为大型水生生物，比如鳄鱼、大鲸鱼以及一般海怪的意思。如果 SCP-169 和 SCP-682 对抗的话，谁会赢呢？两个最大最危险的项目 SCP-682 无论如何都是坚不可摧的，但不如 SCP-169 的庞大。在我看来 ，SCP-682 就好像是那种将最终毁灭世界的事物，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，永远不要低估它适应所面临的任何情况的能力。我认为有2种可能性，一种是682将开始消耗169，并且会越来越大，直到崩溃为止；而另外一种最有可能的就是出现僵局，可能一阵乱斗后，最终双方都遭受重创而放弃，彼此无视。这个时候，可能地球将会变得一团糟，将会被毁灭。另外一个 SCP-3999 是 SCP 基金会中最危险的生物之一了，它是邪恶而残酷的怪物，而且拥有将近神的力量，能够扭曲周围的一切，几乎无法阻止它。SCP 基金会对它投掷的东西也没有使 SCP-3999 感到震惊，即使是专门用来抵抗现实的材料和设备，也无法扭曲3999。尽管它几乎不可阻挡，但是有一个巨大的弱点，就是必须与某个生物结合才能一起生存。他选择了研究员塔罗兰来维持生命，他利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几乎所有以某种方式采取的行动都导致塔罗兰的痛苦，而且他的力量也使他一遍又一遍的杀死和使人复活。据说塔罗兰已经活了有超过300万年，并且 SCP-3999 仍然采取各种的方式来导致塔罗兰的痛苦。当塔罗兰设法制服该生物的时候，虽然只是片刻，他发誓要找到一种消灭它的方法。作为回应 ，SCP-3999 将塔罗兰变成了水坑，自称是永恒的。塔罗兰称它为原始软泥，虽然这可能是一种侮辱，但也可能在暗示 SCP-3999 在早于生命本身。也有人认为 SCP-3999 极有可能是一位古老的上帝。当塔罗兰发现消灭 SCP-3999 的方法只有自己消失的时候，于是他便自杀了，导致 SCP-3999 所做的一切都消失，并带走了他。通过牺牲自己，塔罗兰将现实从邪恶当中永远释放了出来。SCP-3999 创造了一个能够随意造成世界末日的实体，编号为 SCP-3999J。关于它的外观的说法不一致，据说它会变形，它可以表现为半背半人，背上伸出许多触手的生物，也可以是人类。最终，它对食物和大量美元提出了强硬的要求，但研究员塔罗兰设计了几乎遏制的策略，以阻止其影响。SCP-3999J 的次要作用是反魔音场，它可以清除任何查看它的人所在的记忆。SCP 基金会目前正在进行研究，以确定塔罗兰是否对 SCP-3999J 有特殊的免疫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想看别的 SCP， 都可以私信留言给我哦。那喜欢本视频的朋友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分享。那谢谢大家支持了，我是正正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